面对美国40年来最严重通胀，白宫和拜登屡屡甩锅俄罗斯总统普京，将物价飞涨归结于俄乌冲突。拜登甚至还为此创造了个新词儿“普京涨价”。不过，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周三出席美国会参阅银行委员会听证会时，公开反对普京涨价的说法。Would you say that the war in Ukraine is the primary driver of inflation in America? No, inflation was high before, certainly before the war in Ukraine broke out. 鲍威尔还在听证会上表示，美联储将继续加息以遏制通胀，但同时他也承认加息有导致美国经济陷入衰退的风险。另外，面对燃料和食品价格不断上涨，单纯加息也可能无济于事。通胀已经持续太久了，而且是处于非常高的高点，疫情带来的供应链的问题，还有包括俄乌战争所带来的对于能源等大宗商品的这个价格持续的这个高涨问题，其实是美联储的货币政策也是没有办法解决的，也就是这对于美联储的货币政策空间是造成了很大的一个抑制。实际上，想要抑制令拜登团队头疼不已的通胀，美国智库早就给出了一份可能有效的方案。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3月发布的报告认为，削减对华加征关税或使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一次性下降 1.3个百分点，相当于每个美国家庭获得797美元。拜登团队内部以财长耶伦和商务部长雷蒙多为首的削减派多次呼吁尽早削减对华加征关税，而以贸易代表戴琪为首的维持派既不认为对华加征关税是推高美国通货膨胀的原因，也不认可削减关税能够对抑制通胀产生多少作用。早就对外表示要取消特朗普执政时期对中国商品加征的部分关税的拜登总统，为何一直在犹豫？那您认为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在此前的评论中，我曾经说过，特朗普挑起的对华贸易摩擦，尤其是关税摩擦，不仅是不负责任的行为，而且是损人而又不利己的。他在给中国经济带来困扰的同时，也让美方遭受了不亚于中国的损失。因为这些关税中的 93% 被美国消费者承担了，这就是美国当前通胀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之一。同时，特朗普挑起的这些摩擦，不仅并没有达到让中国减少对美出口，以及让制造业回流美国的目的，更没有达到迫使中国放弃自己的经济自主的目的。几年贸易摩擦下来，似乎一切都在造就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不减反增，美国的贸易赤字也是一样的。然而在这种情况下，拜登上任1年多以来，几乎废除了特朗普执政时期制定的包括限制移民、退出巴黎气候协定与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退出伊核协议在内的所有不合理的内政与外交政策，唯独对于这个损人而又不利己的对华加征关税政策却一直保留了下来。对此，舆论普遍认为，这是因为在减免对华关税问题上，拜登不仅面临着来自国会与共和党的反对，以及盟友的不同意见，甚至连白宫内部都存在着激烈的分歧。其中，财政部长耶伦是坚定的支持废除派，贸易谈判代表戴琪则是坚定的反对废除派。不过，我认为这些都是拜登政府故意寻找的借口，甚至不排除耶伦与戴琪是在故意演双簧、唱红白脸，以制造某种美国以及白宫内部反对声音巨大的假象。要知道，关税问题完全是总统权力范围内的事情。当年对华加征关税是特朗普一意孤行的结果，并没有经过国会甚至是白宫内部的讨论。这也就意味着，对于是否取消对华加征的关税，拜登也完全可以一个人力排众议，一锤定音。因此，拜登政府在这件事情上犹豫不决的真正原因，仍然是想以取消部分对华加征关税作为筹码，来牵制甚至是讹诈中国，以达到某些政治与经济目的。那么这个目的究竟是什么？根据戴琪的说法，是要让中国推行必要的结构性改革，改变国家指令型经济的模式，以让中美能够实现所谓的真正的公平竞争。我认为这只是拜登政府3个月前的想法，现在的真正想法是要以取消部分
对华关税作为诱饵，来引诱或是吊住中国，阻止中国与俄罗斯进一步走近。这才是拜登想要达到的真正目的，也是拜登眼下的当务之急。